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你好像老人，我们就是好老哦，怎么办？难怪这里是30世代的自在角落。没错，再一次，好。嗨，大家好，我是米尔。嗨，我是乔，欢迎来到梦游小姐行走中。这里是30世代的自在角落，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陪你一起探索自我，体验人生。耶！哇，我们太久没录音了，好生疏哦！真的，终于讲完这一段了，真的有够久。好 ，OK， 今天聊什么啊？OK， 因为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做《多巴胺国度》，然后最近这本书还蛮红的，就是还蛮多人在分享。对，然后我就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觉得非常有感。然后我大概先讲一下说这本书，它是由一个史丹佛医学院的精神科医师，他是教授啦，然后他分享了一些其实我们很多的情绪都是跟我们脑内的一些激素是有关联的。然后我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哇，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前面几集其实有讨论蛮多是跟情绪有相关的。对，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们说不定是被大脑操控了。对啊，根本不是我们的错啊。对，其实意志力很难去反驳。所以，anyway，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好像有很多娱乐，或者是我们好像拥有的是越来越多，但是为什么我们好像忧郁或者是焦虑的人，好像也持续的在成长？到底是为什么？对，然后我先初步先把快乐分成3种。对，好，然后它其实都会有对应的一些激素。好 ，OK， 好。其实这些激素大家应该很多都听过。我觉得现在那个还蛮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然后第一个最红的就是多巴胺。对，然后它其实就是挑战型的快乐。等一下，你现在分3种是已经开始在分了吗？对啊，第一种就是多巴胺，然后第一个它就是挑战型的快乐，然后它有相关的就是讲很像我们在打游戏的时候，当我把那个魔王打败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我做到了。然后延伸到工作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我这个演讲做得很棒，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其实都是跟多巴胺是有关系的。那我滑手机是多巴胺吗？滑手机它也是，只是它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教材。它就是我去滑 Instagram 的时候，那我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短影片，然后脑中就会觉得这个东西会带给你刺激跟快乐，所以你需要更多。所以它也是给一个大脑奖励的机制，所以它也是一个多巴胺的激素没有错。包含像是你在看 Netflix 或者是你在吃很爽的盐酥鸡的时候，你的脑中也会产生多巴胺。对，它就是很爽，然后很短暂，但是强度也很高的一个快乐。对，那这跟你刚刚讲的成就型、挑战型的也是短暂快乐吗？对，其实都是多巴胺。虽然说面向好像是挑战，或者是想要持续游泳更多，但他们是同一个类型的。那第二个就是血清素，然后它带来的是安静型的快乐。安静型快乐可以安静啊，我的快乐都超张扬的，像是晒太阳，然后散步，血清素，然后你可能喝咖啡，闻咖啡香，然后冥想，就是那种非常平静。那它相对于多巴胺来说，就是不会是那么就是频率很高，然后但相对是平稳，然后长效的一种快乐。它就是班上的那个可能很安静的同学，然后人非常好的那一种，人静香有安静吗？静香有时候蛮吵的，我已经想不起来其他同学，还有什么同学是很好的举例？对吧？静香可以。你知道我们这一家不是有橘子跟小青吗？小青就是那个比较安静的同学。好，那橘子是比较吵的，橘子超吵的，橘子吵死了。好，第3个是催产素，然后它带来的是人际型的快乐。假如说我们2个的友情建立起来，会带给我们快乐，我会觉得有人理解我，然后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有人可以接住我，然后我跟他分享什么心事，他都可以懂我，这就是人际型的快乐。催产素，我以为是跟生小孩有关的。不是吗？如果你是要说就是性爱的话，其实是多巴胺。是啊，对，很爽，然后很快乐，但是短暂的快乐。真的很有趣吧？就是多巴胺，对，多巴胺其实涵盖的面向还蛮多的。对，但催产素是那种走入心里的
可能就是我现在脑内想象的是一个很像一个老师、心灵导师的那种形象，对。会觉得有人懂我哦。那当然，像是如果你有养毛小孩，然后你会觉得你摸它，你也会有催产素哦。所以只要跟人际、跟别的生物互动，都是催产素，可以这么说。然后是心灵上的一种寄托的感觉哦。哇，我突然想到，这好像可以用在我的工作上哦。对，其实是可以的。那你有联想到哪一个？没有啊，就是摸毛小孩会有催产素这件事情。所以你要发文有点想发文，我有那个贴文的 idea 的。对 OK， 但确实是。那你有觉得这3个快乐，你比较常摄取的是哪一种，或者是你对哪一个比较有连结吗？我觉得都有我觉得一定都会有，我觉得都有啊，都一定会有连结啊！我相信大家也都会有，只是你可能没有发现，对啊。无论是你滑手机的快乐，或者是你晒太阳的快乐，我骑脚踏车，运动是哪一种？运动是血清素哦，对，运动的快乐就是也有，然后人际关系的快乐也有，对啊，我觉得都有。对，其实基本上每个都会有。对，但是我接下来就要讲另外一个点，就是虽然说好像快乐这种东西越多越好，越赞越爽，但是其实我们脑内会有个机制叫做爽痛平衡的机制，它就很像是一个跷跷板，就是当你很爽的时候，你那个爽字就是会压下去，但是你的痛那边同时也会起来的非常杠杆起来很高。什么意思？就是你越爽你越痛，那个痛不一定是具体的痛，有可能是空虚。越爽越空虚。举例来说，因为像前面提到的3种快乐，其实多巴胺它的快乐跟爽感是最高最短效的，所以在这个跷跷板上面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当我们滑手机很爽就觉得这好好笑，我分享给你，然后又继续滑，这样想要找到更多更好笑的影片，但是你停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好空虚哦，再滑2小时过去了，再滑一次，但是你再滑，你需要的好笑的程度要更高不然你会吸毒麻痹。对，其实多巴胺也是吸毒。你知道 YT 现在我一直被打到一个广告，我都会看完，因为它是用 AI 做的影片，然后用 AI 做的唱歌然后他就在讲一个 app 叫做。我不想帮他广告，反正就一个 app， 它主要是要抓住你的注意力，然后但它的内容就一直在讲说你是不是有拖延症，你是不是有多巴胺成瘾症，然后他就一直讲，然后我就觉得天哪，被戳中了，我会停下来看完而且我想看完是2个点，一个是多巴胺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成瘾了，第二个是他用 AI 做的素材好棒所以我想要看完我一直想说我广告也可以这样打吗？你整个就是你这个其实可能你在工作上很想要有一个表现，其实说不定是多巴胺。确实，你现在多巴胺是非常红博吗？就是你的多巴胺现在看很浓吧？我猜。好，那你爽痛平衡讲完了吗？还没。其实就像您刚刚讲的嘛，你会去滑短影音，然后你看到觉得很好笑或者很喜欢，你会想要滑更多。但是当你越滑，你可能会觉得好无聊然后你再一回神，哇，2小时不见了，很空虚，然后你就开始很空虚，然后开始觉得内疚，你就觉得天哪，我到底在干嘛？然后你甚至你要回想起来刚刚好笑的片段，你可能看了100个，但是你可能只想得起来1个或是2个这种。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情境是，你去夜生活的时候就是当下觉得好爽、好好玩、好开心，然后你可以跟别人 flirting 或什么，然后或者跟朋友大尖叫、大喝酒，可是每次到了凌晨要回家的时候，就觉得那空虚感超深的，就是我也会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我花了这些时间在干嘛？刚刚到底在干嘛？然后回家又觉得我好像一事无成，就是我懂，然后就觉得时间流逝的好快，我到底在干嘛？可是如果我花了一整天跟朋友去外面骑脚踏车、运动、爬山，我回家的时候我会觉得好满足对，其实就是刚刚提到嘛，快乐分成3种，但是多巴胺的这种，它会让你后面的那种痛感、空虚感会相对的很强，但是血清素跟催产素它是比较稳定、长远的，然后你会内心有一种满足的感觉，然后会持续的带给你，
就是心中暖暖的感觉。哦，对啊，所以我后来就不喜欢不太夜生活，也可能是体力上时间要到了，然后要回家睡觉。有可能是我之前去我忘记我们在节目上分享，就是我之前跟我朋友去麻吉广场，然后在那边跳舞啊，超嗨的，然后在那边喝东西，然后11点多，我想说捷运差不多了，然后我就跟我所有朋友说我要走了，大家说哈，不是才刚开始吗？夜正浓啊，正嗨啊！你是灰姑娘？对，我是灰姑娘，我就说我要走了，因为我要搭捷运，而且因为圆山离我家好远，我就觉得我要搭捷运回家，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简直太有自制力了。对，其实你还蛮有原则的，老实说，我就是不听别人劝告，我就是坚持我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也想延伸一下，不是说多巴胺不好，而是你要适当的去摄取，就是你滑一下手机 OK， 但是当你投入了，可能你1小时都在看短影音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很空虚的感觉。对。但是你偶尔去看，或者是你是因为工作去看的时候，然后你知道要节制，就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现在都会拿着工作为借口狂滑短影音，可以滑1-2个小时。我就想说我在吸收资讯，我在吸收一些灵感，所以我这样滑 OK， 我都会告诉自己这样。然后我真的近期真的会在家里躺一整天都在滑手机。那你滑完的感觉是我有笔记下来，我接下来我要做下一件事情，还是没有？对，就真的是空虚吧。我就觉得我真的很空虚，可是我会告诉自己，我只是在吸收资讯。可是你能说没用吗？其实有一点用，你的网感会弄出来，然后你也会知道大家怎么拍影音，怎么样可能。大家在聊什么话题是什么？可是有个副作用就是我的眼睛好酸痛，因为我就看一整天的手机。推荐一下那个去日本可以买一下蓝莓精，蓝莓精是什么？就是保护眼睛店，超这个年纪啊，出国都在买保健食品。前阵子去日本就买一堆蓝莓精，然后后来去澳洲就买一堆鱼油啊！我没有应该要叫你帮我代购鱼油的，可恶！你是也需要澳洲鱼油，我记得是便宜的吧？是便宜。好，我们要私下讲，我私下给你买一罐。好 ，anyway， 好，反正就是大脑有一个爽痛平衡的机制。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点是，最近不是很流行那个冲冷水澡，泡冰澡这件事情，前阵子很流行，现在应该也有，其实也还是很流行。对。然后它就是一个爽痛平衡嘛，你现在不是先爽后痛，你现在是先痛再爽。然后，但因为它不是那么单纯的多巴胺，它同时会产生很多脑内的激素，所以它后续带来的成效，包含像是肌肉的修复。因为很多运动员他其实就是假如说一运动完，他会跳到冰澡里面就是修复肌肉。那同时这件事情也会让你的多巴胺是会翻倍的成长。为什么会翻倍？是因为先痛嘛，先痛后爽。对，然后但是有趣的是，这个多巴胺又会同时是相对是稳定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聊泡冰澡这件事情我觉得超可怕的。但是我可以理解，就是刚泡下去，因为人体会习惯，你刚泡下去很冷，然后你之后有点像进泳池，你就会习惯你就没感觉了，然后起来反而觉得怎么外面这么热这样。对，就先痛后爽，其实也延伸到包含像是很多极限的运动，假如说你去跳高空弹跳或者是飞机跳伞，这些都是先让你很会有痛感，就是它不是那么舒适的东西，但是你后面那个爽其实都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后面我就开始反思说，那你觉得快乐，你想要的快乐到底是哪一种？就是当然说快乐的面向好多，但是我也开始反思说，那我想要的快乐到底是哪一种？你有想过吗？我都要啊，谁做选择？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因为我刚好最近刚从那个澳洲回来，然后我就非常非常的深刻感受到，我自己觉得在台湾我就是一般的上班族，我觉得我的多巴胺被训练的很浓厚。什么意思？浓厚是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偏你可能很专心在工作上，然后公司或者是整个亚洲的文化都会给你一个想法是，你还需要更多，你还需要更努力。现在有很多 AI 的技术，所以你还需要再精进自己。我就会觉得其实好像整个环境给我的都是要一个奖励的机制去让我去做更多，他叫你更努力的意思。整个社会都会跟我讲说你还不够努力，需要更多。但是当我去澳洲的时候，我就突然，我的天啊，我觉得那边充满了血清素跟催产素。怎么说的快乐？就是第一是
他们的节奏都好慢，就是包含像是你在台湾开过车嘛，就是开车的时候会非常焦虑，因为大家就是有路怒症，就是大家都很赶啊，或者是你要插进去那个队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要让我弄一下或者是什么的，但他在那边大家都很 nice， 就是包含开车大家都好不赶时间，很对。没有人有怒路症，大家都是慢慢来，就是好啊 OK 这种感觉，然后节奏非常的缓慢，然后到了其实平日的时候，你去草地上面，然后就很多人都在草地上面看树啊，然后甚至很多人都在冲浪，然后太阳又是那种很干的太阳，然后就好舒服哦，然后内心给我的感觉是好满足的快乐。我觉得会不会跟气候有关？因为澳洲，我也觉得有可能，澳洲就没那么湿黏，人就不会这么燥，可是台湾就很湿黏，又热又闷，所以大家情绪就会燥起来。这是一部分，我觉得有，因为那个天气，我真的觉得一回台湾就觉得天哪，有一种很潮湿的感觉，很黏呐。对，然后但是他们的生活跟工作平衡也可以完全感受得到。就是我虽然说是假日但他们假日通常以台湾来说，一定是百货公司会开到可能10点，对，都可能还可以去嘛。对，但他们是6点，哇，很多店都已经看不到了。哦，真的。对，他们就是每个人都是要回家，就是陪伴家人啊，就是他们非常倡导生活跟工作平衡。然后我就觉得在这边怎么那么棒？所有东西就是不会像我觉得台湾可能就是多巴胺那种浓度，对 push 我要做更多。但是在澳洲我就觉得原来步骤可以这么慢，然后你假日啊或是平日你都可以拥有你该有的宁静跟快乐。我就觉得好棒哦，我心留在那边我觉得你就是旅游症候群，真的。但你有看老高那个钟摆效应对不对？有看了。然后我就在想，你刚刚讲那一段很 chill， 然后我就在想，这就代表我们比较靠近就是这个钟摆里面。对，就是你要讲一下钟摆效应。钟摆理论是老高，我看老高影片讲，他说他就是我要怎么讲？有一个规则在，就是这个规则是你越加入，你就会越参与这个规则。对，然后你没办法抵抗这个规则，然后你有时候可能会被迫加入这个规则。举例，金钱系统就是一个钟摆。钟摆不就是你越给它力量，它就会越摆过去，越摆过去，然后就一直无法停下来。金钱游戏金钱系统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被迫参与这场金钱的钟摆，所以我们会无法离开这个钟摆。然后我觉得台湾会不会是这个钟摆摆荡比较大的地方，就是我们参与这个金钱系统的游戏，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努力挣钱，一直努力赚钱。我自己看完，其实我觉得钟摆可能有分很多大中小环境。大的话就可能你说的全球其实都是一个金钱的一个钟摆，那再来可能小一点是亚洲台湾，那甚至是我在这间公司，它其实是离我更贴近的，它是一个跟我会每天8个小时都绑在一起的一个钟摆，然后又很贴近，我可能随时都会被分配到一个陨石任务砸下来。对，所以说钟摆，对，我觉得是会不会就是澳洲的钟摆没有摆荡这么大，所以大家没被迫参与的那个力量，节奏是不一样的，对，不会这么进去。我觉得就是环境啊，就是环境，对啊，每个但也不是说澳洲就是100%的好，但就是大家各自有难处，就是那边也是有房价很高的问题啊。但对，反正就是我在那边感受到的东西，我对应到快乐，我感觉到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一回到公司，然后同事就说，天哪，你的脸上有笑容，你有好好充满电。他有这样讲，是真的有差这么多吗？真的有差那你平常都没在笑是不是？也不是，但我真的觉得是内心有一种油然而生的快乐。而且我跟你讲，我去澳洲之后，我每天6点我就会自动起床。我觉得在那一边的都市跟大自然是连接的非常好的，就是你走出去你就有海，然后很辽阔的天空，还有云，然后你就会非常的放松。所以我觉得在大自然环境，你真的会感觉到就是血清素吗？就是你会自动起床，但是叫醒就12点吧。哦，真的，那你睡很少。对，叫醒我的是就是大自然的那个声音。那回台湾就不一样，就是闹钟。等一下，但是叫醒我的是闹钟没错，但是我们家的树上之前有鸟，我有时候假日会被鸟吵醒。我可以懂，我不喜欢禽类。家禽类，我那时候我本
本来想说你要跟我讲说，那个是一个自然的声音让你起床，结果你跟我讲你不喜欢禽类，我不喜欢。好但是我当时真的觉得鸟太吵，因为他们的吵度是，我懂，我就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吗？就是他们会噪音了，我要噪音了，发生什么事？看那么激动。好了，那你有觉得对于快乐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快乐就是，我觉得快乐这种事情很有趣，就是你假装快乐，你也会快乐。人家说有一个理论是，当你假笑，可是你一直大笑，可是你假装大笑，到最后你会真的笑出来。所以我觉得快乐这种事情，我们是可以骗过大脑的。好，我觉得不行可以，就是我在台湾，就是好，我还没有去澳洲之前，我会觉得我在台湾也是非常舒适的状态。但是当我到了澳洲的时候，我有一种到达某一种更深层的快乐，我自己感受到的。对，我知道那不同的快乐，我讲的是我们可以欺骗自己大脑快乐这件事情。但你是要说我本来不快乐，但是变成快乐？我本来可能没什么感觉，然后可以吗？那你要怎么做？可以啊，就是这个是有个理论在啊。当你知道像肢体理论，当你特意展开你的肢体，你就会变得很有自信。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会靠行为去欺骗你大脑，所以。快乐这件事也是，当你不想笑的时候，可是你一直假装大笑，最终你就会真的笑出来。但是要那个人的状态不能太差。当然，如果那个人状态很差，然后你一直逼他笑，我觉得可能人格分裂。你不要这么极端，就是在正常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感觉到渲染的情绪的渲染，或是你看一个影片。完全没有内容，就一个婴儿一直狂笑，最后你会笑出来。你们很常会有这种影片，或是不用一个婴儿，随便一个人，反正就一个生物在那边狂笑，你最后也会觉得好好笑，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快乐这件事情，大脑会欺骗，就是有时候不是你的情绪的问题，是你大脑激素的问题。可是还有一种是，我觉得我们人的行为也可以欺骗大脑，达到快乐。所以我觉得快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没有很难。对，我觉得你现在状态很好。对啊，就是怎么讲？快乐，你想要哪一种快乐？我觉得可能也会跟年纪或是状态会有点不太一样。像小时候，我就喜欢去夜店啊，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喝酒啊，然后就是跟一群朋友的那种快乐。但是当我可能年纪渐长，然后我就想要的是更稳定的快乐。我觉得那个比例调配上面也会不太一样。然后我也会觉得，我想要更多工作生活平衡，我不想要在那么多冲刺的工作，好累。这就跟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以前我喜欢 hang out 跟别人 hang out 出去，可是我现在更注重的是谁跟我出去 hang out，我跟那个人会不会有深度的交流。酒肉朋友对我来讲，对我现在好像更注重催产素，然后我好像就是会撇掉一些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人际关系，但是我会需要社交的状况下，我可能还会去社交，还是会去陌生场合认识新朋友，只是认识1次2次，我就会开始筛选我的时间要花在哪。但相对的，你的生活可能没有年轻时候那么多彩多姿的感觉，好像随时都有活动，随时都跟不同人玩在一起，没有，就是很多时间是自己一个人。可是我觉得这好像比起一直跟我没有那么有兴趣的人交流，我自己一个人交流才是最有趣，就是小时候的状态。小时候那种快乐灌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其实你也不会快乐。对啊，我不要啦，就是偶尔可以，就是偶尔可能还是需要嗨一下，但是不用很长了。对。好，那最后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小小的减少你的多巴胺，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整个大环境太多多巴胺的刺激了。那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用的方式是，我在家的话，我如果在我的房间，我就尽可能把我的手机放在房间以外的地方。真的哦？对，可以的话，但有时候你还是要就是做一些事情的话是不会，但是可以的话我都会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真的很大的帮助我减少无意识的滑手机，有时候真的好可怕哦。对，有时候真的是没有意识的你会一直就点开睡，然后就开始滑，然后想我在干嘛？我刚刚干嘛？好可怕哦。你知道现在因为多巴胺的关系，有很多人注意力很破碎，然后它是你的大脑是会有点不是那么进步的感觉，有点退化的感觉，所以
我就看到有些文章或是有些 IG 的贴文会讲说如何训练回你的大脑，他就说每天你要读1-2段艰深的文章，就是你是会需要思考的，完整架构脉络的。对，然后我现在在思考，就是我现在在想的是，我要去找哪里找这1-2篇有点艰深的文章。第一个就是我要么就读财经文章，第二个我现在在看一本书，我一直看不完，因为那本书太难了。网络上的人也说超难，叫做《反脆弱》。反脆弱是一个好难读的书，就是可是我现在就是因为它太难了，我就一直放着不读。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拿起来读才。就是可以培养我的多巴胺系统不要这么成瘾。对，其实我觉得看书是一个蛮好，就是集中注意力，然后减少多巴胺的一个习惯。因为书它是有章节，然后有架构，而且你看的时候，你是我觉得类似跟自己对话，所以你的注意力会很专注，然后脉络也会比较完整。我没办法，我看书也注意力很不专注哦。你可以很专注哦，当下很专注。我说的不是说从看完一本书从头到尾2小时都很专注，但我当下在看的时候会很专注。我没有办法，我看了一段我就开始想别的事情。我看一段我就开始想别的事情，我就开始滑手机。我现在注意力，我跟你讲，你手机就是要放远，就是对啊，就是你的手机它就是一个恶魔，它就会在呼唤你，划我。我有放远过，可是我会有意识的寻找我的手机，很可怕。就是我看书，看一个小章节，真的是一个小章节，甚至只有1段或2段而已哦。看完之后我就开始看，想说手机不是我要看书，然后就在看，就是我注意力现在破碎到这样，好可怕。我突然想起来，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你是有完全戒掉社群吗？对，那你有觉得你那时候的注意力有比较不一样吗？比较专注？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刻意去感受这件事情，可是我会发现我拿起手机不知道要干嘛，所以我就会减少拿手机的次数。因为我就把脆啊、IG 啊，就是任何可以有内容的东西都删掉，然后我就会不知道要干嘛，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不是手机成瘾，我是社群成瘾，对啊，就是影片成瘾，然后我觉得 Threads 也有非常大的多巴胺，就是它会每一篇让你有刺激，每一天让你有刺激，而且这样就知道给人家多巴胺的文章才会爆，也许就是这样吧。对，其实社群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利用人类的这种上瘾的一个激素跟习惯，然后去设计出来的。对，老实说，真的蛮可怕的，很恶心所以才会变成说，像是 Meta 或者是 Google， 他们的后面的资讯都必须要是。非常小心的去呵护，因为它可能会控制的是人类所有的大脑。他们没有在小心呵护对啊，就像手机会偷听什么之类的，对，绝对偷听。Meta 听到了吗？一定。对，反正 anyway， 我觉得它就是可以操控人类大脑的东西。好可怕哦。然后我自己也会，像我上班啊，我认真工作，然后到一个段落的时候，我非常下意识的会拿起手机。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习惯就很像有些同事他有习惯抽烟，就是。他可能是香烟成瘾，他就是觉得我一定要逃避一下去抽烟，但是我的逃避方式已经是滑手机。我现在发现一件事因为我现在工作真的都太忙，我可以一整天都不看手机的社群，真的。我已经持续这样可能1个月了吧，因为真的太忙了。我真的忙到没有时间看手机。那你尿尿的时候不会拿起手机？不会啊，因为我就想要快点尿完快点回来啊。我是忙到充满干劲不是因为真的是我真的觉得好忙，好多事情，然后因为很多东西会突然被丢出来，就大家就很有点子，然后有时候做到一半，然后就一直有个人跟我讲说他有个点子，然后我想说又要停下来，然后听了之后又做，然后这个又被打断，我要再重新再 run 一次，所以就会一直有很多事情很多刺激在，我就没空看手机。所以你的这个是你的多巴胺不是社群，你上班状态的多巴胺不是社群，而是工作。对，我现在就变成还有肾上腺素，我猜肾上腺素对，而且很 hyper， 而且因为就团队是新的团队，所以就是变成很多东西会突然一直改变，然后我就会很紧张，然后我甚至有一次突然有一个大目标改变的时候，我紧张到我流汗因为当下就变成是我要 hold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我表面很冷静，可是我其实心里在爆炸，我想说干全部要重来。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有点热的感觉，然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无形中会累积到压力，然后我就是要再调试，所以我就是上班会有很多需要调整自己的地方，我就真的没空
理我的手机多巴胺。那很好，那很好啊。我不太确定这样是陷入另外一个多巴胺，还是因为陷入另外一个多巴胺而戒掉手机多巴胺，还是这其实就是单纯戒掉手机多巴胺？有没有可能你就是早上是工作的多巴胺，然后下班之后是手机的多巴胺？有可能那我觉得可能的因为你刚刚说其实也会有压力，说不定我不太确定，以上不是我没有办法负责，但我觉得你可以增加下班之后的催产素。或者是血清素，就是你可以多一点平缓的一些快乐融入你的生活，但应该也有啦。我就只能运动啊，对啊，就只能运动。可是你到回家时间又好少，我不知道，我觉得我现在每天抱怨大会。好 ，anyway， 好啦，如果你想要增加，就是更提倡或者是加强你更多平稳的快乐的话，我觉得像是催产素或者是血清素，你就可以用比较慢下来的步调，可能就是写日记，或者是跟家人互动啊，然后放下手机。我觉得手机真的是一个太容易就是上瘾的一个毒品了。我觉得大家真的有空一段时间就做 digital detox 这件事情，你就是把社群删掉。你跟大家讲说要联络你就是用 Line 或者用其他的通讯软体，就不要用 FB、IG、Threads 之类都不要用，然后你就停个几天也好，甚至最棒是1个礼拜，我觉得你会重新找回不成瘾的感觉。我刚好前阵有认识那个完全不用社群的朋友，好酷哦！然后他已经这样1年多了，然后我就说好，就是那你要怎么联络别人？就他有Line，然后我就说，那你就是因为我的想象是社群其实不是资讯都是不好，有时候是很干货的东西，对，也很不错。他就说不会啊，反正你需要知道的东西，你在别的地方，就是他说EDM 就是那个 Gmail 有时候也会给你一些很干货的东西。他是有在看 email 的人呢，我没有在看我私人的 email， 因为像现在其实还蛮多。就是你是可以订阅的啊，对，他说的是那一种，对，我有订阅。对，他就说如果是真的很重大的事情，你一定会知道，不管用什么方式。其实Line也很多官方社群的那个推播啊，对，然后就是对，说不定我们真的没有那么需要，然后可以来戒断看看。但我自己有发现，现代人的社交活动是会搬到你的社群媒体上面去的，就例如说我的就是 IG， 有很多朋友其实我没有加 Line，我是在 IG 上面有加 IG， 然后偶尔回个限动就是我们的交流，然后有可能你回个限动回久了，你们两个有一天就约出去了，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这是好的面向啊，就是也不是说社群都是坏的，但是也有好的操作，对，但是我的意思是。社群现在已经变成我不可或缺的社交软体，对，我不可能离开它，因为有太多新朋友是你私下用 Line 真的不会特别聊天，因为你就是你干嘛特意聊什么不知道，可是你有一个话题就是现实动态会先开一个话题，然后让你去延续这个话题，然后你们就可以聊天，这就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 detox 的时候就代表我断掉了部分社交活动的状态。应该是说社群不是不好，只是你要懂得控制你的用量，所以我之前也有听过有人说他不用 app 版，还是用 web 版啊，就是你每次都要登入进去，就我也不知道那个操作到底好不好，不知道会不会很烦，超难用。因为我那时候1个礼拜没有用 IG 的时候，大家传给我说你看这个账号，或是我贴这个账号给你，我都没办法用 IG 打开，我只能用网页版，然后网页版就是真的很不好用，真的是体验真的很差，所以但是我那时候想说，很多人说那我先传赖给你，你之后你结束你的 detox 之后你再看，就那个礼拜会有这个状态，然后我才知道有多么不方便，因为好多人说我传那你有看到吗？我说没有对，好啦，就是一个小小的步骤，就是小 tips， 然后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对，然后 anyway， 就是各种快乐都可以均匀的摄取，然后尽可能不要的被多巴胺占据了你所有的快乐，还有被你的时间都被绑架走了。没错，但是你如果喜欢一直被多巴胺绑架，那也是你的生活方式。对啦，可以 OK。对，只是让你们分享一下关于快乐这几种形态。好，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边。好，下次见喽，拜拜。